那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不同打磨头的形状和功能的对比，我再总结一下我们所使用的打磨头的分类。你说老师我可能跟你的打磨头不一样，你能不能出一个跟我的打磨头一样的操作？其实你们仔细去看一下，网课里面都有讲解每个打磨头的使用方法，你所了解的是跟你自己家里的打磨头哪些是匹配的。例如说去硬剪的打磨头，只要这3种你有其中一个，你就可以去操作去硬剪。那么俄式当中比较习惯用金刚刺头，这个去操作。那么 mini 的是针对有一些皮肤特别薄，然后甲沟又特别小作为的补充，所有的 mini 型号都是补充型型号，你可以有，你也可以没有，但是我们常规用到的是这个金刚刺头，或者你说你家里没有这个金刚刺头，你有的是跟它长得很像的去硬剪打磨头，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它的使用操作是在蓝标的整个打磨头的粗皮的操作顺序里面，这一类的去硬剪的打磨头，这个人有硬剪你就用它，没有就不用它。所以只要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有硬剪的打磨头你有吗？开边的打磨头长成这样的长缩头你有吗？你就可以开边。口袋空间的打磨头，不管你是大的还是小的，只要是胖的就可以。然后你不喜欢用缩形头，你也可以用平头去进行口袋内部的打磨或者是开边。然后就是这几个打磨头都可以去打刀口，只要你有去硬剪的、开边的、剪刀之后磨口袋里面的、磨完口袋里面去打刀口的，这就是你所匹配的打磨头的运用，这几个功能就够了。所以说基本上你们家里的打磨头我都在网课当中给你运用了，只不过我给你运用了当下是带硬剪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做，如果没有硬剪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硬剪打磨头，基本上3个就够了，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一个去打刀口，任何这个都行，这种就够了啊，甚至我都给你简化到用一个胖缩头加一个圆形头进行打磨，是不是更快了？但是压缩打磨头功能的时候，如果用的打磨头越少，你的技术能力要求就越高，能理解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打磨机的数据怎么看，打磨机的转向怎么看，打磨机的转速与皮损之间的关系，前置处理液、软化剂之间的区别。那么前置处理还有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遇到水前置处理液还有指缘油它们的使用区别，还有哪些打磨头不建议用在好的打磨机上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点啊。然后还有打磨机正常使用的时候，哪些异响是我们当下可以通过我给到你的几个知识点去判断，快速判断，然后解决掉它的异响，好不好？好，接下来就是开始我们的课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打磨机后面的一些数据啊，它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去看哪几个关键知识，知道大概它是什么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打磨机的型号啊，这台打磨机的型号，你看到你的打磨机第一个它也有可能会写你那个打磨机的型号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叫做 RPM 值，这个位置是 RPM 值，它是非常重要的。RPM 是指将转速开到最高档位的时候的空载的速度。空载意思是指不对试剂针施加任何外力，也就是不去打磨的状态下，让它空转的状态下的测试标准。另外，充电式的打磨机还要满足电池处于满电状态，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测试的，它的最高转速是35000转 RPM 值，那指的是这台打磨机最高转速在满电的状态下开到最高档，它的转速每分钟35000次的转速。后面呢就是指的这是个锂电池，然后它的毫安数。电池容量2500毫安，对不对？后面是输出电压和一些电伏，这些我们就后面就不需要了解了，主要了解的就是 RPM 值。那么对于G3 这台打磨机，很多同学是有的，对不对？那么 G3 打磨机它的最高转速是2万转，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有2万 RPM 值，那也就是你如果想要做前置处理的话，转速直接拉到最大就可以了，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关于转向。有一些打磨机它可能是触屏的，有一些是按键的，对不对？我们来看打磨机总共转向是只有2个转向，一个是往左边的转向一个是往右边的转向。那么这边的这个 L 代表的就是 left 左，R 代表的是 right 右。那么平时你们可能看到的这边的左转应该是 F， 右转是 R， 一样的。L 和 F 这2个字母分别都是代表的是往左转， R 是代表的往右转。那么运用在我们操作实操的过程中怎么去看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好，
当我开机的时候，现在是一个通电的状态，对不对啊？我开机通电的状态，它显示是00，然后往上面开1、2、3、4、5，好，05就指的是5000转，好，然后10指的是10000转，然后2万就是20，25指的就是25000转。OK， 接下来当我开机状态下，一般情况大家的打磨机开机初始状态一般都是 F， 就是你们说的左转，也就是当我用右手拿打磨机的情况下，它是左边的转向，往左打磨，打磨机的旋转是朝左的，是这样转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转的。好，我们来现在开机看一下 F， 我们默认状态下它是朝哪边转的？看这个轴的这个位置，看这儿，我开的慢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它是往哪里转的啊？是不是朝左转的啊？是朝左，朝那边转，是这样的一个转向，是不是朝左啊？然后如果我反向换 R 的转向，换 R 的转向，看我现在这个机器是长按就可以换。好，现在变红灯了，那是朝 R 的转向去转，那么它是不是就朝右转了？它就会朝右，往这儿转。刚刚是往左转，现在是往右转。OK， 好，那你只需要知道我们左转右转分别代表什么就可以了，就是只知道，我现在 F 是左。R 是右，你只要知道这两个转向是不一样就好了。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用在客人的手上，在实操的过程中，你有可能说老师左转右转我分不清。你只需要记得，我们拿客人的手的时候，我右手拿打磨机，然后打磨头从右往左这样的逆时针打磨的操作方式，它就是一个 F 转向。反之我操作换的就是 R 的转向，能不能理解？所以不需要你说老师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左转还是右转，或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不需要，你只记得 F 就是右手拿打磨机从右边往左这样子的打磨然后 R 反向旋转就是用打磨头从左往右顺时针旋转，这个就是 R。你只要记得一个了，只要你换了打磨的方向，是不是要换打磨机的转向？能理解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前置处理液和软化剂之间的区别。那么前置处理液分为2种一种是有油，一种是无油的成分。有油的成分你用在皮肤上感觉到会有微黏的这个状态出现，那么无油的会觉得相对清爽。油分在我们做前置处理这个阶段是一定需要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在做美甲的过程中会用到干燥剂。干燥剂就是带去油分和水分，甚至我们在课程延长的课程当中，默默老师会跟大家去说到关于冬天护手霜、夏天防晒霜，它都是引起你起翘剥落的一个隐患，一个隐性隐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所以在前置处理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到油，能理解？不可以触碰有油的成分，所以前置处理液要选择无油的。那么前置处理液是否是软化剂呢？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前置处理液是在俄式当中用在刀口打磨的这个过程中，增加打磨头跟皮肤之间阻力的一个作用。它比较轻薄，吸收比较快，那么让它达到微潮的状态下可以容易起沙。那么我们的高转速打磨情况下，前置轻轻蹭就可以快速打掉，是不是就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减少打磨头去按压式打磨的风险，就减少了提损，减少了客人的不舒适感。所以前置处理液它起到的是增加打磨头和皮肤之间阻力的作用，而软化剂它通常在皮肤上的状态，它会让这个皮肤感觉闷闷的，持续不会那么快的吸收，然后闷在皮肤上，方便我们刚推去推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两个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有软化的作用。那么它不会被吸收，它会快速吸收。然后前置处理液适合干处理，是最后一步刀口和第一指关节使用的，而软化剂适用的是日式湿处理，是在刚推前就需要用它的，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前置处理液、水和前置处理油，或者说指缘油的区别是什么？前置处理液和水这个争议很大有很多人说我不用前置处理液，用水可不可以？那从技术上来讲说用水不是不可以，它也是可以操作的。但是用水有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是，当你的打磨机开机去蘸水的时候，
这个水会随着你的打磨机的机芯旋转进入到你的机芯里面去，也就是很容易让你的打磨机机芯生锈。当你的打磨机生锈的情况下，它很难保证它的使用寿命，可能会出现噪音大、同心度偏离，这个点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前置处理的精准度，就是指哪打哪没有办法达到，它可能会出现震感，将来就伴随着然后震感强，然后会发烫，就是你的机器手柄的时候地方会发烫，声音会比较大，所以就影响了它的使用寿命。那么我一直认为，如果有你蘸水的人，通常是你就是比较大户，就是你的打磨机不是特别在意它的使用寿命。你要是想要对打磨机的保养比较好的话，我们不建议蘸水的啊。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它能不能去操作打磨，它是可以操作打磨的，但是比较大的隐患就是可能会出现你的机器生锈，然后后面导致报废，或者说是你的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直接影响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这2年的打磨机维修，80%全部是机芯生锈造成的，机芯衰这种情况相对少一点，因为有些同学确实还是非常爱护、很爱惜自己的打磨机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前置处理的时候用前置处理液。那么对于油的使用，刚刚前面已经告诉大家了。前置的过程中是不要出现油的成分的。如果你非要让你的打磨这个第一指关节很光泽，或者说这个客人不做款式，它仅只是针对前置处理的一个皮肤的养护，会有用到硅胶头。硅胶头搭配前置处理油，给它整个第一指关节去抛光，做一个养护。那这个情况下，它是不用做款式的条件才会用到油。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款式结束了之后，用油去给它皮肤第一指关节的皮肤做一下滋润，让它看起来皮肤更加的有光泽，这是油的使用。所以我们油的使用是一个特殊的操作，一定是在整个美甲结束了之后才会用到油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Присыпка в маникюре настоящая палочка-выручалочка. Она отлично собирает на себя лишнюю жидкость при работе с флаком. 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外网搬运的视频上可能看到过这种前置处理粉的操作，这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滑石粉。那么很多美甲师在运用过程中会使用到爽身粉来代替滑石粉去用，就是婴儿的爽身粉。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它把粉涂在皮肤上的时候，会让这个肌理看得更明显，去进行打磨的时候会感觉视觉上方便一些。或者说有些人比较爱出汗，那么手是一直是湿的，那么你用这个婴儿爽身粉去替代一下，去涂抹一下，让它的肌理更明显，吸收一下水分。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使用前置处理方面，我并没有用到它的必要性。以前试过，我没有觉得特别好用，我还是觉得前置处理液用起来更方便。如果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同学，你们也可以家里找一些婴儿的爽身粉去测试一下它的使用效果。打磨操作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皮损、疼痛、出血或者是打不掉死皮这几个条件可能产生的因素有哪几个。第一个是色标的匹配。我们在上一节课有讲过关于色标跟皮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啊？黄、红、蓝、绿、黑，黄标针对薄皮，红标针对常规皮，蓝标针对粗皮或有韧性的死皮。如果你想要说你现在比方说你这个客人他的甲上皮角质非常厚，你当下只有一个黄标，你问我老师，我可不可以只用黄标去进行打磨？答案是不可以，你可能操作有点费劲。色标的出现直接解决了我们针对不同皮肤可能出现的皮损情况，所以选择适应的色标可以增加我们打磨的成功率，减少我们皮肤出现皮损的风险。这是色标我们需要做匹配。第二个，打磨头是不是被皮屑、油脂塞住了，影响排血力？你的打磨头有没有定期清洁？这点非常重要啊！如果你当下这个客户来了，做完了前置处理之后，你当下就要给他的打磨头进行清洁啊，这个东西非常好用啊，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来看这个打磨头就是被皮脂和这个皮屑塞住了啊。我找了一个比较粗的打磨头，你能看到它的这个颗粒，对不对？好，这是本甲刻薄头，相对粗一些。好，当做完了之后，我要把它给怎么样？看，清洁。当下清洁一定是最好清洁的。如果你没有当下清洁的话，它塞到里面长时间，由于皮屑和油脂在里面闷在里面，它就会占住你的这个本身的颗粒空间，就会导致你变得没有排血力。这点是非常好理解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当下快速去清洁掉它，那么时间久了它就很难清洁到位了，那么就需要用后面有打磨机的清洁和消毒。那个课程里面有一个超声波清洗机，你就需要用清洗机浸泡清洁。能理解吗？去看那个网课你就能看得清楚了啊。好，如果说快速消毒的话，我们用15度酒精就可以消毒了，对不对？好，我们把它粘的已经没有什么这个皮屑去粘它了，
然后再用75度的酒精去给它浸泡式消毒，至少15到20分钟啊，15分钟以上浸泡消毒，看到了没有？你看这一整条是不是就是粘下来的皮屑？我用这个大家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但是很多同学你们的打磨头上面的皮屑和油脂已经塞了很长时间了，都没有去清洁它，这就是为什么你磨不掉，反复磨，下压式打磨就会造成皮损，好不好？这是关于什么？打磨头是不是被皮屑油脂塞住，清洁不到位，影响到排屑力，导致你的打磨头没有排屑力了，你磨不掉了，即便用了25000转也磨不掉了，然后你就会下压式打磨，下压式打磨必出皮损。好，接下来就是转速。刚刚我说了，我们的转速是2万到25000转，转速太低，你就会发现你磨不掉，反复磨就会造成皮损。下压式打磨也会造成皮损。零基础同学刚开始学，转速不能低于15000转，低于15000转，你发现它也是很难打磨的。还有在刀口打磨的这个步骤，一碰就破了，是因为你剪刀口这一步就已经剪的过分了，就可能触碰到这个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的那个位置。那么剪的时候它没有出来，它到临界点了，它当下没破，可是你一磨它就破了啊！这是剪刀剪的时候要剪到位。还有一个是左右两边拐点出现出血的话，就是打磨头摆放角度不对，你用到了尖尖作为着力，是任何一个打磨头，我们前面说了，任何一个打磨头都不可以用尖尖。来，打磨头的摆放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打磨头这边有4个打磨头，2个缩形头。缩形头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不能用正尖尖，用到的是它的侧面2到3毫米作为着力进行口袋内部的打磨，对不对？但是圆形头和棒形头，你说也不能用正上方吗？对的，因为什么？像龙卷风在旋转的过程中，中心处它是最安静的，所以在我们左右旋转的过程中，圆形头它的最顶端是没有排屑力的。你用它的最顶端去操作的话，是很容易因为没有排屑力而造成打磨过度，反复磨了很多次，造成皮损。能理解吗？磨很多次造成皮损，下压式打磨造成的皮损。所以棒形头和圆形头它们的使用着力点也都是在侧面，这个也是在侧面或者在这个地方，只要不是用它的正顶端，它都是有排屑力的，能理解吗？好，以上6个操作标准就是我们在遇到皮损、疼痛、出血、打不掉死皮需要考虑的几个重要因素。接下来这边给到大家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在拿到新的打磨头的时候，需要对打磨头进行消毒。很多人认为新的打磨头不需要消毒了，就直接上手用了，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的卫生规范的。我们要知道，打磨头在盒子里它是一个无尘包装，但它并不是一个无菌或者说是消毒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先给打磨头进行消毒。不管是什么包装的打磨头，拿下来先给打磨头消毒。那么打磨头急救消毒时候，我们用到的杯子是什么呢？那我现在有3个杯子给大家去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杯子比较大啊，它比较适合装大量液体，例如说，你要去清洗这个像这种体积比较大的水晶笔或者是光疗笔，用95度的酒精给它去进行清洁。那么对于消毒和清洁，我们用到的液体的产品是酒精，75度酒精是用来消毒的。95度的酒精是用来清洁的，因为95度酒精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挥发性比较好，所以它带走胶性的这个功能会更好一些。那么75度酒精它的酒精含量没有那么高，可以让消毒的工作更加事半功倍。75度酒精消毒原理可以在清洁与消毒的网课里面，后面那个网课里面去查看啊，宝贝们。像95度酒精的清洁洗笔呀，或者是水晶液的使用，也是用这个大杯子比较方便。它上面有一个这个盖子，也可以当做我们平时胶用来调色的调色盘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用的。那么像第2个这种小杯子，它是浅口的，比较适合我们平时用来灌取洗笔油。因为洗笔油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嘛，然后这个小盖子盖上去，平时一泵的洗笔油在里面经常使用，等到全部脏的已经看不清楚了，再丢掉，然后再灌取新的洗笔油就可以了。你看洗笔油，像我们比较喜欢用大的杯子啊，然后你看洗到这个样子，它依然具有清洁力，就是洗笔油依然具有清洁力，那这种是比较相对来说干净一点的啊。平时大家如果用量不大的话，用这个小杯子足够了去装洗笔油，然后也可以用它去当做前置处理液时候暂时临时放置前置处理液。什么意思？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的前置处理液都是这种滴管式的，对不对啊？你就取这样的一泵放在这个小杯子里面，当下这个客人基本上就够用了，用的时候从这儿蘸取，给客人涂在皮肤上，就会相对来说节约时间。那么对于咱们去消毒这个打磨头的话，用到的这种是稍微深一点的小杯子，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急救型的消毒啊。我们拆掉打磨头的包装，然后把打磨头放进去，然后用75度的酒精沿着里面的这个喷管，这样它就不容易溢出去。好，没过于整个打磨头的位置就可以了，看到了吗？
莫过于整个打磨头的位置，可以不用碰到色标，因为色标长时间浸泡到酒精当中的话，会使色标脱落。但是也没妨碍，如果你一直使用你自己的打磨头，你是自己知道，即便它的色标掉了，你也能看得出它是红标还是黄标，因为你经常用，你自己知道你的打磨头是哪几个，你也可以通过它的喷砂粗细来去判断，对不对？好，那么这边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的知识点，就是打磨头一定要注意它的清洁和消毒。关于打磨头的完整的清洁消毒的流程，客人使用过后的清洁消毒流程，在咱们后面的打磨头的清洁与消毒的网课当中有详细的讲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使用这种裙边型的打磨头。什么是裙边？就像是转起来像裙子的裙摆一样，对不对？使用这类打磨头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好的打磨机上。你学前处理到现在，是不是应该有至少1、2台打磨机了吧？你那台报废了的不用的打磨机，用它来装这种清洁类的打磨头，像这种是动物毛的，那我们在用的时候通常是大面积的粉尘去清扫它，对不对？这种是清洁打磨头的打磨头啊，然后还有这种小刷子是清洁我们假上皮的灰尘的。那么这类打磨头，如果你要使用的情况下，你要放在一个报废了的打磨机去用它。为什么？来，我们拿这个大的刷子给它去试一下啊。来看正常的打磨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当你开到最高转速，我拉到35000转，来35000转。35000转，你看它好的打磨机看不到有任何同心度的偏差，是不是？你感觉它是静止的，好像它没有转一样的，是不是？看像没有转一样的，对不对 ？OK， 好，那这证明这台打磨机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啊？它同心度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旦你放了这种刷子，来，我们开最大转速，看到了没有？声音非常大，它像一个裙子一样转开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让工程师或者说是安装的这些工人保证我每一个360度这一圈每一个地方它的毛数都是完全恒稳恒定的，或者你也没有办法保证每一根纤维它的大小都是一样的，那势必出现左右两边这边360度这个环，它可能某一个位置它的重量稍微多一点，可能这个位置它的重量稍微少一点。当在一个高速旋转的时候，那么它的同心度就会因为这个裙摆的力度产生一个同心度的偏离，你的好的打磨机它的同心度就会被这个高速旋转的时候产生偏心度，对不对？那你说我转速低一点，转速低一点大概10左右就可以达到清洁的这个力度了，但是它也同样会因为这个原理产生一些同心度的拉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好的打磨机的使用寿命。所以我就说清洁类的这种打磨头你就用在你的报废的机器上就可以了。所以针对清洁这一块，老师给大家直接定了刷子，看到了没有？这种啊，你再去清洁我们前置处理的时候，直接把它看放在你的无名指上，这样子带，看到了吗？哎，我直接去清洁它，直接就很到位，干刷就很干净了。而且这个是可水洗的啊，可以水洗的。然后另外这个大一点的软毛刷，你是可以清洁甲面或者是我们卸甲之后的大量粉尘的，桌面的大量粉尘的，两个都是软毛刷，非常软的，你放在皮肤上放在脸上去划，它都没有什么不舒适的感觉，它是非常软的，这是专门给大家做前置定制的。所以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不太会用到这一类的刷子了，但是这个是可以使用的。我在清洁和消毒的这个课程当中有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它们的使用区别，你会在我的机器上看到这两个这个金刚丝的清洁刷和这个金刚丝的清洁头，你可能会有见到过。这个我为什么放在上面啊？例如说我卸甲的时候突然出现某个地方塞胶了，这个位置这个尖塞胶了，我打不动了，影响排血力了，那我关机的情况下蘸一下酒精，酒精是可以分解胶质的，然后在这个上面这样一刮，哎，它就掉了，就可以当下不影响我直接去使用这个打磨头。而使用这种打磨头的清洁刷的时候，是这个客人走了留下来了一堆打磨头，哎，我用它去整个去清洁，能理解吗？卸甲头，清洁卸甲头开10左右，然后沿着这个纹理的位置去清洁，这个在清洁消毒的网课里面有啊，你们去看。所以这一趴的重点就是关于裙型的这种打磨头，裙边型的打磨头，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要用在你的好的打磨机上，它会使你的打磨机出现同心度偏差，也会让你当下的这个机器产生一些异响。好的，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你的打磨机如果出现以下的声响，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其实前面那一趴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当下用到的这个打磨头偏大，它可能会产生异响，会非常明显的声音，对不对？还有你用到的这种打磨头，如果你安装的过长，你看你这样安装，它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声响，甚至会飞出去。
因为什么？安装的太短了。我在实操的课程当中有教大家打磨头的安装。前置处理打磨头安装的时候是去掉头，我们只看杆子的部分，把杆子的一半塞进去，一半怎么样露出来，这样的长度是可以操作任何手指的长度，这是前置处理打磨头。那么对于这种比较大的打磨头和卸甲头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杆子基本上都插进去，因为什么？它的头越大，它的重力就越大，重力越大，在杆子拉出来比较长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偏心度，偏心度就会使得我们打磨机当下声音比较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你只要调整打磨头的进出的长度就可以了。好，还有一种情况会产生异响，就是你在去开锁的情况下，可能不小心碰到了前面这个锁头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手柄头的这个位置，不小心出现了中间的螺丝滑丝的情况，就是螺丝远离开我们的手柄这个位置了，出现这种情况松动了，可能会出现就那么一点点，就会产生震感和声音变大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开机状态下它是什么样的声音啊？听到了吗？就会出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阻碍感。好，我们把它拧紧啊。你看，它就没有刚刚那个阻碍感了。